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成长、对人生、对未来看法的书《少年来了》。这本书的作者姓名，一位在青少年教育和个人成长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揭示了青少年时期对于个人一生的关键意义。你是否曾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年少时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领导力，而有些人却在迷茫中虚度光阴？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少年们，比如12岁就发明了盲文点字法的路易·布莱耶，14岁解开世界数学难题的高斯，17岁领导起义的圣女贞德，他们究竟拥有怎样的力量？而这种力量，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可能拥有？《少年来了》这本书将为你揭开这些谜团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青少年成长的指南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挖掘自身潜力，如何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找到正确方向，如何在面对挑战时勇往直前的宝典。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，它是一盏明灯，照亮前行的道路；对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，它是一本宝典，提供了培养优秀青少年的宝贵方法；对于所有渴望成长、追求卓越的人来说，它是一把钥匙，开启通往成功和幸福的大门。发现内心的少年之心。少年来了首先强调的是少年之心的概念。作者认为，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少年，这位少年代表着我们的好奇心、勇气、创造力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。少年之心的内涵。少年之心并非只是年龄上的概念，而是一种心态。它是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愿意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。就像书中所说的，少年之心是那在黑暗中闪烁的星光，即使微弱，却永不熄灭，指引着我们走向未知的世界。这种心态在很多成功人士身上都能看到，比如埃隆·马斯克，他在创业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，但始终保持着对太空探索、新能源等领域的强烈好奇心和探索精神。他就像一个拥有少年之心的冒险家，不断挑战着人类的极限。如何唤醒少年之心？那么，如何唤醒我们内心的少年之心呢？书中给出了一些实用的方法。首先，要勇于尝试新事物，不要总是局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，尝试一些从未接触过的东西，比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尝试一种新的运动，或者参加一个不同领域的研讨会。其次，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要轻易的对新观点、新事物进行否定，要学会倾听和思考。就像书中提到的，当你对世界关闭心扉时，少年之心便如同被囚禁的鸟儿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。最后，要敢于挑战自我，设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目标，并努力去实现它们。每一次挑战都是唤醒少年之心的契机。拥有少年之心的好处。拥有少年之心能让我们在生活中充满活力和激情，它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，让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想出新点子。同时，它也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勇敢，不轻易放弃。养成成长型思维。成长型思维的定义与重要性。少年来了深入探讨了成长型思维这一重要理念。成长型思维是指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、学习和坚持不懈来培养和提高。与之相对的是固定型思维，即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固定不变的。书中指出，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，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种的农夫，他们相信每一滴汗水都能让种子发芽、成长，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。这种思维模式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。在教育领域，很多研究表明，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在学习上更积极主动，更愿意接受挑战，并且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。他们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认为自己不聪明，而是会将其视为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如何培养成长型思维？培养成长型思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要改变对失败的看法，不要把失败看作是自身能力不足的证明，而是要将其视为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。就像书中所说，失败是成长的磨刀石，它磨砺着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。其次，要学会赞美努力而非天赋。当我们看到别人取得成功时，不要只是羡慕他们的天赋，而要关注他们在背后付出的努力。同时，当我们自己取得进步时，也要肯定自己的努力。最后，要勇于面对挑战，把挑战看作是提升自己的机会，而不是威胁。书中提到，每一个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遇，就像攀登一座高峰，虽然艰难，但当我们站在山顶时，会看到更广阔的风景山。成长型思维的实际应用案例。在体育界，有很多运动员都拥有成长型思维，比如篮球巨星迈克尔·乔丹，他并非一开始就是篮球场上的王者。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，他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，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。
他不断的训练自己，改进自己的技术，最终成为了篮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。3. 掌握目标设定与规划。1. 目标设定的意义。在少年来了中，目标设定被视为青少年成长的关键环节。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像一座灯塔，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。书中强调，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，只能在茫茫大海中随波逐流。对于青少年来说，设定目标可以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方向，激发他们的动力。2. 设定有效目标的方法。设定有效目标需要遵循一些原则。首先，目标要具体明确，例如，不要只是设定我要好好学习这样的目标，而是要具体到我要在这个学期把数学成绩提高到90分。其次，目标要具有挑战性但又可实现。如果目标太容易实现，就无法激发我们的潜力；如果目标太难，又容易让我们失去信心。比如，对于一个平时数学成绩只有60分的学生来说，设定一个学期内提高到90分的目标可能不太现实，但提高到75分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目标。最后，目标要有时间限制。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就像没有截止日期的任务，容易被拖延。比如，可以设定我要在3个月内学会弹奏一首简单的钢琴曲。3. 规划与执行。设定好目标后，还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。书中介绍了目标分解法，即将大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，并为每个小目标设定具体的步骤和时间节点。例如，如果你的目标是学会弹钢琴，那么你可以将这个目标分解成学习基本乐理知识、练习指法、学习简单的曲子等小目标，然后为每个小目标制定详细的计划，比如每天练习指法30分钟，每周学习一个乐理知识点等。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，要保持专注和坚持。书中提到，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，专注是成功的关键，而坚持是战胜困难的法宝4. 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。1. 毅力的重要性。少年来了告诉我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，而拥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是战胜困难、实现梦想的重要保障。书中指出，毅力是成功的基石，它承载着我们的梦想，在风雨中坚定不移。对于青少年来说，培养毅力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挑战。2. 培养毅力的方法。培养毅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，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。当我们有了坚定的信念时，就更容易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。其次，要学会自我激励，在面对困难时，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，鼓励自己坚持下去。比如，可以回想自己曾经取得的成功，或者想象自己实现目标后的美好场景。最后，要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要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以便在以后的道路上避免类似的错误。3. 毅力在生活中的体现。在生活中，有很多例子可以体现毅力的重要性。比如著名发明家托马斯·爱迪生，他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，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，不断地尝试新的材料和设计方案，最终成功地发明了电灯。5. 学会有效沟通与合作。1. 沟通与合作的意义。在当今社会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是青少年必备的技能。少年来了强调了这一点，指出沟通与合作是实现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。书中指出，沟通是心灵的桥梁，合作是力量的源泉。通过沟通，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；而合作则可以让我们借助他人的力量，实现共同的目标。2. 提升沟通能力的方法。提升沟通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要学会倾听。在与他人交流时，要认真倾听对方的讲话，不要随意打断。同时，要对对方所说的话做出回应，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受。其次，要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，要尽量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，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模糊的词汇。同时，要注意语调和语速，让对方能够轻松地理解你的意思。最后，要学会表达情感。在沟通中，不仅要传递信息，还要表达自己的情感。比如，可以通过微笑、眼神交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友好和善意。3. 合作的原则与技巧。合作需要遵循一些原则。首先，要明确共同的目标。在合作之前，要与合作伙伴一起确定共同的目标，并明确各自的分工和责任。其次，要尊重他人的意见。在合作过程中，要尊重合作伙伴的意见和建议，不要强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。最后，要学会妥协。在合作中，难免会遇到意见分歧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学会妥协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6. 拥抱积极乐观的心态。1. 积极乐观心态的力量。少年来了告诉我们，积极乐观的心态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。它就像阳光一样，
能够照亮我们的生活，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。书中指出，积极乐观的心态是战胜困难的利器，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。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加从容。培养积极乐观心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要学会感恩，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，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当我们心怀感恩时，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。其次，要关注积极的事物，在生活中要尽量关注那些积极的事物，比如美好的风景、温暖的人际关系等。同时，要学会忽略那些消极的事物，不要让它们影响我们的心情。最后，要保持幽默感，幽默是缓解压力的良药，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轻松的心态。书中提到，幽默是生活的调味剂，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少年来了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们照亮了成长的道路。他所倡导的少年之心、成长型思维、目标设定与规划、坚韧不拔的毅力、有效沟通与合作以及积极乐观的心态，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努力培养和践行的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阅读《少年来了》，将书中的理念和习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中的少年，勇敢地追逐梦想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无论年龄几何，只要心中有少年，我们就永远年轻，永远充满希望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少年之心，勇敢地踏上成长的旅程。